大家好，2024年10月8号啊，2个小时前，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呢颁发给了约翰霍普菲尔德和杰弗里辛顿，以表彰他们在人工神经网络机器学习方面的基础性发现和发明。两位科学家呢将平分这份奖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两位获奖者的背景。那约翰霍普菲尔德是1933年出生于美国的芝加哥，1958年呢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现在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霍普菲尔德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早期呢在分子生物学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呢把注意力转向了神经网络研究。杰弗里辛顿1947年出生在英国伦敦，1978年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现在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教授。值得一提的是辛顿呢从1987年起就在加拿大工作和研究，对加拿大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重要中心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两位科学家的工作为当今强大的机器学习奠定了基础。他们运用物理学的工具，构建了帮助奠定现代机器学习基础的方法。我们来看看他们各自的主要贡献。霍普菲尔德的贡献1982年，霍普菲尔德发表了一篇关于联想记忆的动态模型的开创性论文。这个模型被称为霍普菲尔德网络。它可以存储模式，并有方法重建它们。当网络被给予了一个不完整或轻微扭曲的模式的时候这个方法呢可以找到最相似的存储模式。霍普菲尔德的工作受到了物理学的启发，特别是磁性材料中原子自旋相互影响的这个物理学。他把这些概念应用到了神经网络中，创造了一个具有节点和连接的模型网络。霍普菲尔德的网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可以用能量的概念来描述。网络的整体状态可以用一个类似于物理系统中能量的属性来表示。这个能量是通过一个公式计算的这个公式呢使用所有节点的值和它们之间的连接的强度。霍普菲尔德呢将搜索网络中保存的状态比作一个由风和谷组成的景观中滚动的一个球。如果球被放在特定位置，它会滚到最近的山谷并停在那里。同样如果网络被给予一个接近其中一个保存模式的模式，它会不断的调整，直到找到能量景观中的一个山谷。这就是最接近的存储模式。我们再看一下辛顿的贡献。1985年辛顿和他的同事发表了一种名为波尔兹曼机这样的学习方法。那这种方法利用了19世纪物理学家路德维希·波尔兹曼的方程，用于计算系统中各种状态出现的概率。波尔兹曼机可以学习不是通过指令，而是给出具体的例子。它通过更新网络连接中的值来进行训练，使得在训练的时候馈送到可见节点的示例模式在机器运行时具有最高的出现概率。训练后的波尔兹曼机可以识别它以前没有见过的信息中的网络特征。所以在原始形式中呢，波尔兹曼机效率是相对较低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找到解决方案。辛顿呢继续研究各种方法来改进它。后来的版本通过移出一些单元之间的连接来简化网络结构，这反而使机器更加高效。在2006年呢，辛顿和他的同事开发了一种使用一系列波尔兹曼机进行层层预训练的方法。这种预训练为网络中的连接提供了更好的起点，优化了网络识别图像中元素的训练过程。这项工作被认为是深度学习复兴的关键因素之一。霍普菲尔德呢和辛顿的工作呢，为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人工神经网络革命就奠定了基础。他们的研究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机器学习的爆炸性发展就铺平了道路。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 AI 技术的广泛应用第一就是图像识别计算机呢可以解释图像并识别其中的物体第二个呢当然就是语言翻译了。机器学习呢，使用计算机能够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翻译。
第三呢，就是医疗诊断，人工神经网络呀被用于分析医学图像，帮助医生啊更准确的诊断疾病。第四呢是自动驾驶，机器学习的方法呀，使得汽车能够识别道路、行人和其他车辆。第五呢就是推荐系统比如我们像 Netflix 这样的公司呢，是用机器学习来推荐电影和电视节目。那么在科学研究中啊，从发现希格斯玻色子到预测蛋白质结构，机器学习正在各个科学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所以这些应用啊，都是建立在霍普菲尔德和辛顿的开创性工作之上。他们的研究不仅推动了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也给物理学、生物学和其他科学领域带来了新的工具和方法。那值得一提的是辛顿他很多杰出的学生后来也成了人工领域的领军人物。比如说Yann LeCun 就是 Facebook AI 研究室主任，纽约大学教授，2018年的图灵奖获得者也是卷积神经网络的先驱。第二个就是大家最近最熟悉的 Ilya，OpenAI 的这个联合创始人和首席科学家在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方面有重要贡献。所以这些学生的成就就进一步扩大了辛顿的学术影响力，推动了整个领域的发展。那这次奖项是首次颁发给了计算机科学领域。大家知道诺贝尔奖传统上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平奖是吧？以及从1969年开始的由瑞典中央银行设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这些奖项都没有覆盖计算机科学这个领域。尽管如此，计算机科学许多重大突破在其他奖项中其实都得到了认可最重要的计算机科学奖就是图灵奖，被称为计算机领域的诺贝尔奖。那有美国计算机学会颁发专门表彰那些对计算机科学做出持久贡献的研究人员。那从1966年设立以来图灵奖已经颁发给了许多在现代计算科学产生深远影响的这个科学家。当然了，诺贝尔奖中也有涉及到和计算机科学相关的研究被间接的表彰情况。你比如2012年物理学奖呢，颁发给了研究量子力学领域的科学家 Serge Haurich 和 David Winland 他们的研究是对量子计算领域有重大影响。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195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纳什的博弈论的研究也对计算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这次颁发给了神经网络领域，是首次诺奖直接涉及到了计算机科学领域。而且呢 Hinton 也获得过2018年的图灵奖那为什么诺贝尔奖委员会会选择颁发给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这个当前最热门的技术领域呢？第一个就是它的科学影响力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呢，已经通过对多个科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从物理学到生物学，从天文学到材料科学正在改变我们科学研究的方式。第二个就是跨学科的性质人工神经网络的发展体现了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多个学科的这种交叉融合，符合诺贝尔奖鼓励创新和跨界研究的这个精神。那第三呢，就是历史的传承通过颁奖给霍普菲尔德和辛顿，诺贝尔委员会既肯定了这个领域的历史贡献，也强调了基础研究对技术革命的重要性。再一个呢，就是社会影响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正在深刻的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诺贝尔奖委员会可能希望通过这个奖项呢，引起公众对这个重要技术的这种关注和讨论另外呢，就是推动伦理讨论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关的伦理问题也日益凸显通过颁发这个奖项呢诺贝尔委员会可能希望推动社会对 AI 伦理的深入思考和探索。再一个就是鼓励未来的研究，通过认可这个领域的开创性工作呢，诺贝尔奖委员会可能希望激励更多的科学家投身到这个领域进行研究。那当然也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这个奖项呢，反映了诺奖委员会对当代科技发展趋势的这种敏锐的把握啊。当然，它也是物理学的扩展。那这个奖项呢，也体现了物理学边界的扩展，体现出物理学在解决复杂问题的这种普适性啊。当然，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点呢，就是加拿大人在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的重要地位。虽然主要的 AI 企业是在美国，但是技术的创造者呀，确实是加拿大人。那辛顿的获奖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加拿大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所做贡献的认可。事实上，人工智能所谓三大巨头中的两位，辛顿和Yoshua Bengio 呢，都在加拿大工作。Ian LeCun 呢，虽然是在美国工作，但是他在蒙特利尔获得了博士学位蒙特利尔大学。所以加拿大政府呢，早就认识到了人工智能的这种重要性，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支持相关的研究。那多伦多大学、蒙特利尔大学和阿尔伯塔大学呢，成为全球人工智能研究的重要中心。这种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和持续投入在为加拿大在人工智能领域就获得了重要地位所以我们以开放、谨慎而又充满希望的态度来欢迎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会，拜拜。